你上一对一的课的时候会教介词吗？有的时候会专门介绍，因为介词的话，有的时候比如那个我跟他吃饭，或者我给他做饭，我跟他做饭，还有我为他做饭都可以，但是有很多不同嘛，所以就给学生练一练，就是不然的话没有语境，他们觉得啊为什么这个可以那个又不可以了，所以会对，教，因为这个介词还真不容易呢。对啊，容易乱这些介词，很容易乱，然后有时候又都可以。哎，我先把 IG 看一下。好，所以我给他做饭，就是好像我是义务的要照顾他，给他做饭。然后，但是我为他做饭，就是好像我要表达，对吧？女朋友为他做饭，我要精心的准备，努力的准备，为老婆之类的哦。那跟他做饭就是强调一起做饭。对。好，我们有一位，谢谢这位朋友，好难念 ，Dreety，就是沙是吗？沙啊，莉亚来了，欢迎。对，然后 Tracy 老朋友了，好，佳佳也是老朋友了。Tracy 好 ，IG 上的好准时，对 IG 上的同学也欢迎你们啊。那今天呢，这个名字好棒，谢万民，很中国，对不对？啊，万民他常常来听我的直播课，很用功啊，欢迎。那边叔，我们今天呢，真的是要考各位同学们的实力。你对中文是不是能够彻底理解，就看今天这一堂课了。如果你今天，我觉得不要多，可以答对我们今天出10题的考题哦。对，你可以，我觉得可以答对5题、6题就蛮厉害的。大家还是要记分啊，答对1题记1分啊。像刚进来的 Henry、文迪、安啊、Kim、林子，你们都试着写一下啊，看你们。这个沙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啊？如果沙文迪，我会觉得是男生的名字哦。文迪嘛，文迪是男生的名字啊。啊，真的吗？都可以吧？都可以啊。文迪感觉好像男生。好，林子也来了，欢迎啊！还有 Kingdom 欢迎。好。那现在呢，就请各位同学准备好一支笔，还有一张纸。等一下呢，把你们的答案写下来，并且告诉大叔们你们得到了几分。那我们今天要考大家的就是变数是什么？考大家介词啊 ，preposition。考一下介词非常难，英文的介词我觉得很难了，中文的介词更难，难10倍。对啊，今天好多人打招呼啊，还有 Hello 贺华来了，贺华，还有欢迎居住在重庆的这位澳大利亚的朋友 Muro 是吗？还有这个这个文迪是印度的朋友啊，还有准备好了，阿瑞夫你好，对，阿瑞啊，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啊，让同学们直接考看大家到底对介词的了解有多少。好，那么来编书我们先念一下介词小测验，每题1分，一共10分，看看你能得几分啊？好，来第一题来了，好来，什么天气预报？今明2天将有暴雨。好，我们有4个选项：平天气预报、有天气预报、暗天气预报，还是巨天气预报？今明2天将有暴雨。这一题我觉得呢算是一种习惯的用法了哦，就是我们如果看新闻的天气预报啊，那个预报员都会用这个介词对，所以听久了我们也觉得没什么不对，就是这样用了啊。好，大家选一下，现在目前有选 C 选 D 的朋友都有。好，第一个是 Tracy 好快啊，Tracy 跟贺华都非常有把握，觉得是，而且把字都打出来了，对对，然后大部分的同学像林子、佳佳、Paul 都是选 D，然后有同学还有好多哇，突然好多同学选 C 耶啊！按天气，按是按照，对不对？那这题的答案呢，其实已经有同学答对了啊。好，我觉得就在大家没有选 A、B 的，都在 C 和 D 中间挣扎，对吧？那我觉得这2个字我们可以跟同学们解释一下。不过呢，各位同学，正确答案就是
就是 D 啊，据天气预报啊，据。好，那这个各位同学，你们如果答错，把它记起来啊。答案是 D，据天气预报。这个母语者大概都没有什么问题。据是根据对吧？根据的意思。对，按是按照对吧？按照。对，好，所以我们一般会说据天气预报。据因为是根据对吧？因为天气预报已经是一个，我不是瞎说的，我是据天气预报告诉我。它是如果我觉得用据就像英文的 according to，它是有一个资料让你去参考的。我有一个证据对吧？在那里。对，我有个 evidence， 我有个证据，我有一个 report，让我去根据这个预报或根据这个证据来讲。我说的话是有根据的，我说的话不是随便编的，是有根据的。对，所以像那个播报员，他是有根据的，他是有去调查过天气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这里用根据会更好。根据按的话就是你要做什么事情，但是我给你了一个标准，你要按这个标准做，按照这个标准，对，或按照这个规定，对不对？其实英文都是 according to， 真的很难分哦。对，好，所以呢，这里边要你要做什么事情，按照什么什么方法，按照什么什么东西，对吧？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证据，你有一个资料你就可以用根据。那如果你是要 follow， 要按照一个规定，按照一个规矩我觉得你就用按。所以这是比较基本的区别方式老师比尔已经等不及了，说过吧。老师不要啰嗦了，老师你太啰嗦了。好，来第二题你有什么困难可以什么老师提出来？可以提出来就是什么意思？提出来就是你说出来对吧？讲出来提有点 mention， 提出来好，我们答案有，所以是请老师提出来，向老师提出来，石老师提出来，还是拿老师提出来？这里我觉得有2个可能的答案，但是意思不太一样。意思大家蛮不一样的。很快啊，看看。好，贺华这次有点怀疑咯，像吗？怎么有个妈呢？对呀，贺华你要肯定一点嘛好，来像大家都觉得是像，这个我想没有什么太大的。没有人选别的吗？对，这个可能我们会故意的那个，可能出的很难哦。对呀，好吧，那我们好吧，前面就是送分题了，大家都答对了。我觉得 C 跟 D 就不用考虑了。那 A 跟 B 可以请老师提出来，我觉得意思可能有点不一样，对不对？就是反了，对，因为你自己不说，你叫老师说，你有什么困难，你不是自己说，你是请老师帮你说，因为是你要提出来你的困难，所以你但是你向谁提出你的困难？是向老师提出来。这题我觉得当然是 B 是最好的答案。那 A 的话，我觉得意思上就有点奇怪，你有困难为什么要请别人帮你提出来呢？你自己说就好了。而且向老师，老师通常是接受问题的人，对所以你向 toward 向老师提出来，请老师帮助你可以但是可以请老师对，请老师提出来好奇怪老师通常是接受问题帮你解决的人。好，当然你硬要说 A 可以，我觉得 B 还是最好的答案。对 ，B 肯定是最好的。就是这个题就是语法的话 A、B 没问题，但是意思要考虑到语境，对吧？考虑到意思。语境就是通常是向老师提出问题这个也是很常用的表达好，我们赶快到第3题，免得有人说我们不要再拖时间。这题很难，来什么自身条件来说，小王不如小李？但是小王比小李刻苦，是由自身条件来说，对自身条件来说，自自身条件来说，还是就自身条件来说？我觉得这一题能够答对的同学不多，这题真的很有难度这题很有难度。好，有同学说对自身条件来说，好，那各位同学，你们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看别人选 B 你就选 B 了，说不定是错的呢。好，那跟书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小王不如小李。
就是小王没有小李好，对，就小李比小王好，就是不如。对，小李比小王强，或者是条件更好。那但是小王应该在这句话，因为后面写的小王比小李刻苦，所以前面应该指的是小王可能没有小李聪明，他的对，或没有他没有小李好。对，但是小王却是非常努力的，他很努力学习，他很刻苦。刻苦就是你在一个比较艰难的环境，但是你还是很努力的，可能学习或工作叫刻苦。我们好像有个成语对吧？勤能补拙，就是对，勤能补拙，刻苦耐劳。如果没有别人聪明，就可以勤劳一些，刻苦一些，然后可以把你的笨拙给补起来啊。看看大家答案吧，好像已经。我觉得大家都选 B 比较多，有几个人选 A 啊。A 是油对吧？对，目前好像都没有人答对。你觉得有人答对吗？我觉得没有人答对。好像还没有看到有人选。我没有看到有人答对，所以各位同学大家全军覆没了是吗？对，你不能看到别人选什么你就选什么。你要有自己的想法，你觉得什么对，你就大胆的把那个答案写出来。对，小王林子说小王是笨叔，对，我很努力小王很刻苦不好。目前没有人答对对是错的啊，这里的对，一般对的话，我们可能说你在表达你的观点的时候，对我来说这个不错啊，对我来说这个不好，对我来说或者是对我而言怎么样，通常是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这里但这个不是问一个人的想法对吧？所以对什么什么来说是对一个人。有人开始把答案转向 D 了有人觉得 D 是对的好，那我们就公布答案吧。答案是什么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 D D。对，谁是第一个答对的？我看看有这个这位同学第一个答对，恭喜你对好，恭喜。那我觉得我们就从 B 跟 D 去讨论一下好了。对，刚刚Ben叔说过了，对不对？是表达你的观点。对我来说，我觉得茶叔比Ben叔更帅。对，好烂的句子。那就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用呢？就是有这个关于concerning 的意思关于这个情况所以就自身条件就是关于，如果我们讨论一下自身条件的话，小王不如小李。但是其他方面的话，小王更刻苦。对，所以就自身条件来说，我觉得是谈论到这件事情，就这个条件，就这个speaking of 或者是 when it comes to 那个感觉speaking of， 所以我觉得就什么什么来说，你也可以说就什么什么而言，这个是很常用的一个表达来举个例子吧那灿叔怎么样啊？茶叔，你觉得灿叔怎么样？灿叔就汉语老师的这个条件来说，这个灿叔的这个想象力比我们丰富得多，但是呢，语法知识比我们少一点点。就语法知识来说不如我们对吗？对，灿叔要打我们，我们怎么可以说他的坏话呢？应该这样说，就想象力来说我们不如灿叔对，灿叔的故事很精彩就想象力来说还要我们要追他。比较书面语还是口语？我觉得平常说话也会用吧，会不会？就讨论比较正式一点的话题，口语也可以的。对，就是可能你会在会议这样的场合吧。对，稍微也不能说稍微正式一点了，我觉得稍微正式一点。好像商务汉语会用多一点对，就今年的业绩来说可能在开会的时候会用。就今年的业绩来说业绩下滑了非常非常多对这题有坑有这个陷阱，不能被坑了今天可能没有人满分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好，第4题，他一直想什么？自己的努力让老板相信自己的实力。好，是他一直想据自己的努力，凭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的努力，还是把自己的努力？这题我觉得对学生来讲有一点点难度，不过应该大家是可以答对的好，
好 ，Tracy 好快哦，每次都第一名，凭自己的努力。对啊，好，而且林子也是 Tracy 还要用汉字选出汉字。哎，他在训练自己，对不对啊？打字的速度。好，对，怎么马上就没有人回答了？啊，好，贺华还是有点不确定，可能是 B 吧，对啊，Tracy 不一定是对的哦。对啊，你们不要再看 Tracy 哦，说不定他答错了啊。你们上一题因为他全军覆没，结果我们把大家都误导了。好，这一题所有的答案都有人选，不过平好像比较多啊，平好像比较多。好，那么我觉得选最多的是 B 跟D 好像也蛮多人选的啊 ，D 也蛮多人选的。AING 选了 C 啊，然后B 选的蛮多的啊，贺华选 B，对，好，罗峰选 C。那我觉得我们是 B 跟 D，罗峰选 D 啊，罗峰对，讨论一下啊。好，我们正确答案先公布一下好了。正确答案是什么 ？B 啊，是 B。对，凭自己的努力。好，那我们为什么用凭呢？一般你想要证明自己的时候，一般我们会用凭啊，比如说凭自己的能力，凭自己的努力来证明自己啊。对，好像你用这个东西来告诉别人，你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会用凭这个东西来告诉别人你是怎么样的人。我们说话时我们常常说，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的实力？你凭什么让我觉得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凭什么？对吧？你证明给我看呢？所以你凭一个东西去证明你的能力，去让别人相信你。这个时候我们用凭，所以我们一定要凭一个可能你的努力或一些想法，让别人去相信你。所以有一个这个 rely on， 对吧？所以可以是凭，你也可以用靠，在这个情况都可以凭或者靠。没有错，靠自己的努力。其实在这里呢，两个字都是可以的，对不对啊？凭或靠都是很棒的用法靠或凭。好，所以这个很多同学第一次看过凭，因为还有第一次听过凭吗？是吗？对，因为大部分的同学在 HSK 5的时候学的是靠。凭这个字好像在 HSK 里面，但是电视剧里天天听到，你凭什么？你凭什么给我这么低的分？你凭什么做？对对对你凭什么拒绝我？我这么爱你，你凭什么拒绝我？有那种感觉要吵架或者是要那个爆发的时候用这个在口语中是非常非常比靠还常用，比靠还对多用，我觉得常用不是在于的意思不是在于好，就是那就是靠这边对，这边肯定不能用把，因为我们的把句型一定是把加上宾语之后，后面是要加上动词加补语，有一个那个处置的感觉，你要把杯子拿起来，把杯子放下去，在这儿或对宾语有直接影响的，但是这里没有，你不能处置你的努力，对吧？没错好，所以这边的凭我觉得就像 rely on，或者 count on 的感觉好 ，OK， 所以大家是不是觉得今天的题目特别难呢？好，没关系，拿到6分就很好，看大家能不能拿到6分啊，6分就合格了，就很棒了好，来第5题，活动内容什么同学们决定？好，活动内容从同学们决定，由同学们决定，对同学们决定，还是向同学们决定？看到这一题我就很庆幸我是一个母语者我要是一个中文学习者，我觉得中文真的太难了对我觉得这种细节的东西特别难了有这回贺华没有加妈，对吗？贺华很肯定所以他直接写有。好，有人觉得是 C 对，然后选对的金珠说对，然后燕说有，好，大部分的人选的是由同学们决定。好，那这个我觉得这题没有争议了，几乎有8、9成的同学都是选由，所以变数是不是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恭喜！我看这个 Charlize 还有 Ravad 都答对了基本对那这里为什么用由呢？这个就是
by 你做什么事情，然后 by someone， 对吧？就是因为是他们来发出这个动作，对吧？对，所以由同学们决定对，如果要用一个动词去想，我觉得有点让这些人去决定的感觉，就像 to let 所以这个由我觉得就是由这个团体或这个人来做一些主导的意思在里面由一般说谁决定啊？由同学们决定。这里不是被的意思这里不是被一般由后面是发出这个动作的那个人没错所以这里的由可以用谁负责我说谁负责这件事情，由他负责。对，让他负责也可以。所以我觉得这里的由有点是让 to that 的意思。这件事由他决定吧。所以如果你用由后面加上那个宾语那通常这件事情是让这个人去主导，或者是去做主要的决定那个对有时候你也可以简单的说他决定，对吧？同学们决定，但是加一个由，有一种那个强调的那种感觉。对，没错这件事情由变书决定就好了。有时候我们会把由省略掉，对不对？口语中就不用了，可能有时候你要甩锅，你想说不是我的责任，这个由他负责，由他负责这件事情是由他负责的不关我的事这个小事，这个由灿叔决定吧。对，或者让灿叔决定吧。所以就是你要讲一个主导性的时候家里的事情不错家里的事情由老婆来决定很好，或者让老婆来赚钱养我，对，老公赚钱就好了好的，那我们这边不能用以这边不能用以好，我们来看第6题。李教授走进教室，什么同学们点了点头，开始上课。曹同学们点了点头，旧同学们点了点头，网同学们点了点头，还是当同学们点了点头？这题我觉得也没有那么难，但是有2个答案可能会把同学搞混了。对看大家有2个答案特别的难选择。各位同学，你们可能也是这2个答案很挣扎，不晓得要选哪一个好，佳佳选 A， 曹同学们点了点头。贺华选了贺华选网 C 好，然后 J 选了 D， Tracy 选好。贺华说更想说向同学们点了点头。好，这个等一下我们也可以来讲一下，可不可以用向？诺威也来了，诺威选 C， 诺威选网同学们点了点头。C 但不知道不确定，对不对？就有时候也可能要用一下自己的语感了，对吧？就是相信你第一直觉，你感觉对的。对，像我们母语者大部分就是语感，对了就是对的了对，可能很多同学都选了 A， 也有同学选 C， 所以这2个答案可能是大家觉得都有可能。然后我们等一下再讨论一下像这个字可不可以像。好，那这个变书到底答案是 A 还是 C？ 答案应该是 A 对，朝那为什么不能用朝？特别是讲一个方向感，对不对？对，朝特别讲的是一个你可以看得到的向其实也是那个方向感，因为向自己就有那个方向在里边对，所以这题用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不对向也没问题，向同学们点了点头。网是不行的，为什么在这里网不行？一般网我觉得不加人一般朝和向可以加人，可以加方向，但是网的话一般就是加那个往东往西地点吧，或者是地点方向。对，往那边往这边不会太说人。对，这个朝就像刚刚变叔说的，我们一般会朝一个方向，朝东边或朝一个人。我朝变叔走去，我向变叔走过去。那往当然也可以接东西南北的方向，我觉得也蛮常接地点地方的比如说这班列车往北京那通常这个往会接一个地点，
网所以如果是不会接地点的话，人的。其实有时候3个都可以，就是对，比如说朝那儿看，我可以说对向那儿看，往那儿看，在这个情况3个对都适用。对，但所以是有的情况就只有一个更好，比如说嗯你家这个那个窗户是朝南朝北我们就用朝会更对，这里更好的搭配。简单一点说哦，朝跟向可以接人比较多就是接人，也可以接方向。所以都可以接。往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会接人我们不会说往他，会说往他的方向走去，不会你要说往他走，加往他的方向或者往他那儿，所以往他那儿走去。他加上这儿那儿就已经不是那个人了，对吧？就变成地对，所以点了。往一般各位同学注意一下，往一般不接人当宾语，会接方向或地点所以这是他们最大的不同。我们答案是朝或者向对。好 ，OK， 好，大家是不是觉得中文很难呢？好，我们再看第7题。大卫什么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大卫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给自己的要求太高了，让自己的要求太高了，还是为自己的要求太高了？这题应该不难了这题应该不难。要求就是那个 request， 对不对？requirements 这种，对 requirement 或 request， 他对自己有很高的，我是把答案讲出来。那这是名词是一个名词，对对，好，也可以当动词，也可以当动词，对。我刚刚很快的不小心的讲出答案了，大家应该都没有听到，对不对？什么不一定我觉得大家都听到了。肯定是对不过大家都选 A 耶对还有人选复选呢给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大卫给自己的要求太高了。所以我们说选择最合适的选项最合适的有的时候也要想一想那个语境，这个句子想要表达什么。对，好 ，OK， 我觉得选 A 的人蛮多的啦。那正确答案是不是 A？最标准的是 A， 其实 B 也对，但是 B 的话口语没问题，但是你考试的话就要选 A。对，在考试中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题目，我们还是要选对，因为这是最地道的说法。大卫对 to himself 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那这里的给我觉得口语是可以接受不过最好的答案真的是对，因为你是对谁谁谁的要求，你对他，你有一个那个趋向的感觉，对吧？对什么？对自己。我们一般不会说大卫给太太的要求太高了，这听起来会有一点点奇怪。听得懂，我们会对那个对有一种那种这个瞄准 aiming 的那个感觉，对吧？对，这里答案我觉得就是对了，应该是我们不是说选 B 的同学错而是 A 的答案绝对是更好的。对，口语中给也可以的但是 A 是最标准的，最标准最好的，对谁谁谁的要求太高了。好，我们进入第8题。今天天气好，好好出去玩一玩。所以是今天天气好，靠今天天气好，凭今天天气好，还是趁今天天气好？这题不简单好这个 Rest in Peace 说第一次听我们的课欢迎 Smoke 你的名字就是烟吗？你是 Smoke 之后就 Rest in Peace 了吗？好贺华这次没有用妈了趁OK 好怎么大家都选趁呢？这题都没有选别的好，有人选空白，不知道答案。这个题大家凭自己的语感，对吧？靠凭自己的，或者你凭自己的直觉，靠自己的直觉来想答案对，我想没有争议，大家都选D。裴静那 D 到底是全军覆没还是全部都对呢？全部都答对了我觉得那林子说的这个例子刚说完那个 Roslyn 就选了 B。好，那这个林子说，当然我们有个成语叫打铁趁热，对不对
对啊，趁热打铁，对，趁热打铁就是词。所以这边的趁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抓住那个时机，你一定要利用，对不对？利用好这个时机，趁热打铁，就是说你那个铁已经烧红的时候，你打它那个形状就很容易。你等那个铁已经这个常温了，对吧？硬的时候你再去打，那你就很难打动它。所以要趁热打铁。所以这边的趁，我觉得就像英文的 take advantage of， make use of， 利用抓住这个时机，对吧？抓住这个机会。所以天气好是一个机会，对不对？是个很棒的机会。那我们当然要出去玩，因为天气好，如果你等一等好天气就过去了，或者到晚上了，对吧？对，好，所以大家其实都学过，趁着这个机会，趁机，都是这个意思啊，就 take advantage of this opportunity 那种意思。趁着灿叔不在，我们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就是上课呗。对 ，Tracy 说靠着宇宙的指导。对，好的，趁机，对啊，这个趁机很好啊，这个趁热打铁、趁机都是类似的意思。对啊，大家趁我们直播的时候，你们要多参与啊，多跟我们互动。对，我们常常说趁年轻的时候啊，要常常自己多去旅行，多学习，趁着年轻的时候，就是利用年轻的这个机会。好，很好，大家这个都答对了啊。好，第9题，什么安全起见，大家一定要紧紧跟好向导。好 ，OK， 以安全起见，从安全起见，就安全起见，还是为安全起见？有一点难，有一点点难啊，这题不容易啊。好，所以大家觉得答案是什么？母语者会，不是母语者可能会觉得很难选择。好，贺华又开始了，乙吗？好，Tracy 选 B。这题大家的答案非常的不一样啊。林子选 D， 又有新的同学来了，我看 Word Lover 和 J 都是 Word Lover 来了，回答，对吗？好，来，我觉得选 D 的同学蛮多的，应该都是有上我的直播课了啊，因为我有教过这个词啊，怪不得。选 D 的应该都有上过我的直播课了啊。Tony 选 D 啊，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有几个选项，我觉得都行，但是有最好的只有一个。对，因为你总是经历这个情况，那你在这个情况下每次都听到这个搭配，那个搭配就是最好的，就是对的了，因为你常常听到啊。好，贺华你不是少数人，因为你太少听我的直播课了哦。好，那Ben叔答案是？答案就是大多数人都选对了啊，就是 D， 为安全起见。好，那为什么为了你的安全起见？其实是为了，对不对？为了安全起见啊。那在这里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习惯用法啊，第二个是那个安全，为了什么？为了安全，for safety 啊，英文也是用 for 其实啊，所以为就是为了这个目标，为了这个目的啊，所以我们就用为了啊，为了。好，所以我们答案就是 D， 这里就是 for 的意思了，for safety。所以我们一般用为，我们会接一个目标，而且会比较在前面啊，以一般在后面就是为了，也有那个为了，对吧？但是它是一般在后面那个半句啊。比如说，然后为什么什么起见，好像也是一个比较常用的搭配啊，为什么什么起见啊？对。还有就是以在后面可能更舒服，比如说大家一定要紧紧跟好向导，以保证安全啊，就不要起见了，以保证安全。对，以保证安全或以防万一等等啊，以通常会放在后面，那为就通常会放前面啊，为了安全啊。好，那个起见，但是其实口语中我觉得以也可以能接受，但是以安全起见，对。我觉得为或为了真的是一个蛮常用的为了安全起见或为安全啊，起见还是要了，为了安全起见啊。好，for safety 啊 ，for the sake of 很好，汉奸啊，汉奸这个名字不太好吧？
这个汉奸，我建议你对改名字了哦，因为当然你看你喜不喜欢了啊。你真的很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它的你就用，谐音，因为它的谐音，我每一次用不是那个，很好。我每一次用剪映，它都会出现那个我不想看到的谐音。对，汉奸是那个是加拿大的朋友对吗？是吗？还是我不哪里？晓得耶，我忘了。还是印尼的朋友吧。对啊。汉奸，我好，建议你如果没有特别喜爱这个名字，你可以把它改掉，因为在中文汉奸有蛮不好的意思。因为刚开始我没觉得什么，我一读你的名字的时候，我就突然就觉得有问题。对好，你自己去考虑哦，汉奸。好。最后一题。乘坐飞机要什么身份证购买机票？好，是据身份证购买机票，凭身份证购买机票，由身份证购买机票，还是靠身份证购买机票？这题大概是10题中最难的了。对，有点是这个意思了啊，汉奸。好，那找不到直播。欢迎老李，你为什么找不到我们的老李找不到我们的直播？你可能又找到老李的名字，你可能又找到茶叔的频道去了，这个是在大叔的频道啊。好，对，靠身份证，靠身份证。好的，诺威靠，我找到一个凭有人说靠凭，谁说凭？贺华觉得是靠，有人说凭Word Lover 觉得是凭，但是为什么有人也有选句的？对有选句的 ，OK。我怎么没有看到 Tracy 回答？目前大家都得了几分啊？大家一会儿要告诉我们你们得了几分。我很好奇 Tracy 的答案是什么？Tracy 的答案是凭，然后 D 选靠的非常多MC 很好玩，他说我的答案没有带。这题其实挺逗的，因为刚才我们都说凭和靠都行，对吧？对，可是其实这里不一样。对，在这里就是还是要有区别的，不然为什么要有2个词，对吧？MC 说带这里用带也不太好。应该是说坐飞机前要记得带，对不对？坐飞机前记得要带身份证这里用带也不太适合。好，反正我没有及格了。没关系这样你学的最多呀，你没有及格，说明你今天收获。不过这一题我觉得除了油之外其他的答案都有人选，特别是 D 特别多人选那我们先公布正确答案好了，正确答案是凭身份证。对，好，那我们先解释一下据应该是不行，对不对？据是根据嘛，对不对？根据一般说根据谁谁谁说的，或者是报道的根据报道，根据资料，根据一些天气预报。但身份证它不是一个那种你要查一下，可以检查，但是它没有很多信息，对吧？对，据的话是应该有一个很丰富的信息在里面，一个丰富的参考资料在里面，可以让你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对，那一些或者是有数据的那样的资料好，对。那这里我们就要聊到凭跟靠，在这里其实有不一样的意思。那变数不一样的意思。在我们解释之前，大家可以把你们分数打一打我想看看大家到底掌握的答对几题告诉我们贺华直接崩溃了。所以这个就是难点，介词的难点，因为有的情况都可以用，但是你再细分下去的话，发现就是有一些情况你只可以用一种，不能用另一种。那对，在你去这个坐飞机或者是别人检查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凭证，这个东西叫凭证对，那你要凭这个凭证来通过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就必须得用这个凭对，所以特别比如说你带小朋友去游乐场，那可能这个游乐场要确定小朋友的年龄有到几岁，他可能要你拿出证件来这个小朋友几岁，所以通常有个 permit或者你要给他证明所以这边的就是有一个证明的感觉，对吧？对，强调那个证明去展示对，证明你是中国人证明你是美国人，凭身份证去证明你的身份。你这个时候就靠的话，一般我们说我们的后背靠在椅子上，对吧？靠。
靠的话，说明你真的需要他帮助你一下，非得这个东西不可。对。但是在这儿的话，你就是展示一下你的身份证，你不需要特别去但是确实你需要靠他的帮助，但是没有那种大的感觉，靠更强调那种依靠的感觉，完全依靠一个人或一个情况。我觉得靠比较会是完全要依靠一个人，比如说我今天能不能我能不能把中文学好，都要靠老师的帮忙了。所以你就完完全全 totally rely on 完全的。那你不是讲一个凭证，你不是在讲证明你的身份。所以在这里如果你讲到证明身份的话，我们就不能用靠。你要去一个地方说要凭票进入，对吧？要凭票凭你的 ID 身份证等等等做一个事情啊。对，比如说对凭证比如说我要去日本旅游，可是我对日本完全不熟悉，所以呢我就要靠林子帮我了。林子是我在日本的向导，所以这个时候你是 totally rely on。 我需要靠林子，他是日本的朋友，所以他对日本更了解，我真的要依靠靠我要林子的帮助rely on her。 所以这个时候你某种情况要必须靠这个非得这个人帮忙你不可，我们就可以用靠。然后林子说你凭什么依靠我？对，你又没有给我向导，凭我天天给你直播。好 OK， 那这题答案就是凭。好，这题真的很难好，看看大家慧君得了7分，已经很厉害了，很棒了，过了6分就很棒，因为有一些确实要比较刁钻的问题。今天的题目又比上一次更难了6分就过关，6分很棒好，那贺华也有6分，很棒万民6分，哇，佳佳答对了8分，佳佳每次的成绩都很好对不错，好，没关系得分最低越低越好就你们学的更多才有学习的机会嘛对，好，因为诺威你比较晚来，你才得2分，没关系对，好，对，6分，好，没问题，各位同学。在跟大家说再见之前，有没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告诉我们，或者给我们点赞记得然后如果没有问题，大家就留一个再见，让我们知道你们有在收看，对吧？对，还是只是进来一下就跑走了。好，那这个你有没有坚持到最后？我觉得这个水平已经有5、6了吧？HSK 5、6了，有一些水平比较没有那么高，像那个平那个都平跟靠都是5跟6了但是那不过大部分的题目是3跟4左右。对，对太简单的，觉得大家都能答对，我们就没有放进去。但是今天就主要挑了一些感觉真的难一点的，怕大家弄混的。对，好，那这个希望大家帮我们点赞支持我们。如果喜欢这样的考试的课，你在下面留言，比如说老师我还想多学一点不同的语法点再告诉我们。然后记住我们每个星期一和每个星期五的北京时间台北时间的晚上7点半会跟大家直播。对，跟大家希望大家准时参加我们的直播课，你会学到更多的中文语法跟一些表达好，我们下次见咯，拜拜。跟大家再见啦，周末快乐。再见咯，周末愉快，拜拜。